1个月前，康康特意买了一只昂贵的名牌包送给女朋友小金作为生日礼物。然而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女朋友小金却发现康康送的这只名牌包不是真品，为此引发了两人的感情危机。其实不是包的问题，是信任的问题。其实我就是想赌一把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看错人？我只是想看看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孩。好，我们欢迎2位倾诉人上场，欢迎他们。康康和小金。康康，是你有爱情洁癖？对。怎么一个情况？就是因为我给他买了一个包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说要分手。是因为那个包吗？是因为什么？前段时间我们过生日，然后他就送我一个名牌包，然后说是真的，然后我特别高兴收到那个包了，然后拿到专卖店去清洗。当时跟我朋友在一块儿嘛，然后人家店员说那包是假的。哟，其实买那个包只是想试一下他。说说你的动机。就是买包给他嘛，他到底在乎是这个包的真假，还是在乎我跟他在一起？那你试探出来的结果？结果我不分手了。呵。就是我感觉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就是老是在欺骗当中，他一会儿告诉我这个是真的，一会儿告诉我。我怎么欺骗你的呢？你怎么没欺骗我呀？举例说明。情人节的时候，然后他送了一个假包给我，而且也明确说了这个假包，然后是1000来块钱，然后给我了，然后当时我也挺高兴，因为当时我们都没什么钱，他1个月工资也挣得不多，然后给我买一个包也挺不错的了，我对那个包也挺爱惜的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其实那个包是真的，当时我只不过跟他开个玩笑而已。他的人就是一会儿真一会儿假，就是上次有一次我在上班，然后他突然一个电话过来了，就是说我在公交车上，然后钱包丢了，然后那时候着急交房租，问我能不能借他点钱，然后问借多少，就说借2000块钱，那我就赶紧的把卡，然后取钱给他拿2000块钱出来，然后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欺骗我，因为跟女人借钱这个话题就是都比较尴尬。我装作说钱包丢掉了，我说要交房租跟他借。你装作说钱包丢掉了，对，我就想这样试探他一下，对，差不多吧。他就是老是不信我，老是查我，然后前几天他拿那种陌生人的 QQ 号加我，当时我是不知道是他，我还以为是无聊的人加我，然后就老是问一些那种私密的那种话题，就问有没有男朋友啊，然后什么能不能做男，反正就是那种话题。你怎么回答呀？我就说那个我都有男朋友了，反正就是每次都是拒绝了。然后到后来有一天，然后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拿他手机上我那 QQ， 我就发现他 QQ 那个记录啊，有一个号码我印象特别熟，因为那些陌生人加我中有一个号码尾号是0529，是我的生日。我那天翻他手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，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用 QQ 这种方式来质疑我，或者说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什么？就是他是不是注册了很多陌生 QQ， 对，套取你看会不会让你说漏嘴？说你有男朋友？没有，可以出来吃饭吗？没问题。希望你这么回答，对，然后来甄别你。因为我很多事情我自己都无法去理解，所以我只有用时间和我的方法来慢慢的。有几个是我无法理解。第一，钱包没丢，为什么要谎造钱包丢了这么一个事儿，然后让人家资助你2000块钱？因为我很讨厌那种物质的拜金的那些女生，所以你拿这样的方式来试探这个女孩。对，康康啊，反正试来试去呢，姑娘是一招没中，你倒是落得满心开心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她也就觉得跟我之间好像互相不信任这样。不是，那你信任人家吗？当然，我现在肯定是信任的。那当初呢？我还没说他一别的事情，然后他跟他朋友一块来测试我，就是合着一块骗你啊？对，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一块吃个饭，就是那个留学回来的澳大利亚同学，
因为我一直对澳大利亚就是挺向往的，也挺想过去的。就我和他就互相留了微信，就讨论一下什么的，就聊一些澳大利亚的事情。然后我每次在微信上问他关于澳大利亚的事情，然后他就撇开这个话题，就跟我谈论别的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朋友是不是留学回来的呀？然后他后来才跟我说真话，说他们俩是在测试我，看看我会不会。那个是我那个朋友他出的这个主意，想测试什么？他到底是不是那种贤富济贫的？就想看看我会不会跟人家在一块儿，跟他朋友，因为人家朋友是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嘛。啊，哎，不过那真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呢？就是我一般我是那种比较专一的那种人。对，我就认定他了，我就觉得就是他。刚开始我是真的特别喜欢他，我跟他认识就是因为充话费认识的。那时候有一次手机没有话费了嘛，然后充话费，充的时候他手机后置位跟我差不多，结果200块钱充到他那个里面去了，我就发短信过去嘛，他也说要还给我，我就说算了嘛，那缘分就是这样。这多好呀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充话费送女友。然后他当时跟我说，他家里没什么钱，然后家庭环境也不是说特别好那种的，他就是在外头自己租房子住，然后每月然后交房租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们俩交往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发现他每个月的花费就是比他挣的还多。哟。你觉得他挣多少？他花多少啊？他一个月工资是4000多，他每个月能花个5、6千、7、8千，有时上万都不止。呀，我就发现他这人哪来的钱啊？有什么事瞒着你？对，我就问他。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家其实是挺有钱的，他家其实是开工厂的，他其实挺富裕的。然后到后来，我再回想到原来的事情，就感觉他是在欺骗我。但是你们以恋爱的名义相处多久以后，你发现了？8个多月，有快1年的时间，你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白马王子啊！反正当时也没发现，到后来之后他自己也诚实跟我说了。他怎么就突然给你坦白了呢？是因为那时候他因为有让我很感动的时候嘛，就那时候我生病了，那天他加班到9点多，然后还去超市买菜回来做饭，做清淡菜给我吃，很关心我，所以那还比较感动的。所以最后我才就跟他说了。你揭秘之前是不是心都很激动啊？那倒没有。就是我们看电影啊，就是一个伪装成乞丐的，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王子啊。我们看到那乞丐马上变成王子之前，我们都觉得很激动，呀，他终于要变了。他实际很有钱，他们家有个王国，不是一乞丐。我们会很激动。那角色扮演的你是不是也很激动？实际上，一抖，哗，全是银子。我跟他就是我还不知道他有钱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俩去过泰国，就是穷玩的意思，就是手里也都没什么钱。去泰国穷游？对。怎么个穷法？住那种廉价的那个宾馆嘛。然后我们没钱嘛，肯定去不了那种高档的地方吃那种东西，然后就吃那路边摊儿。然后吃路边摊我还拉肚子了，拉完肚子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其实挺高兴的，就是我也不是因为钱然后才跟他在一块的。这也是你考题当中的一道是吧？姑娘被测试了，你现在感觉心理感受如何？觉得我们俩互相之间没有信任，我想跟他。我怎么就没有信任了？一会儿测试我这个，一会儿测试我那个，我觉得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了。你不想被测试吗？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他才跟他在一块的。不是你喜欢他什么？记得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是我那次生病了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嘛。我是就吃不下去药那种类型的，我一吃药就会呕出来那种的。而且还特别难受。大晚上11点多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他二话没说就过来了，还拿着药。我说我吃不下去，他看我吃不下去，然后他就去买那个生姜和可乐，然后煮。那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就超市什么都基本上都关门了，然后他就跑到很远去买的。感动是吧？对。你那时候特爱他是吧？对，我那时候特别爱他。你是知道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了吗？那时候还不知道。他一直以为这8个你都知道，是不是这么想？康康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好嘛，绕口令啊，这是。这样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周围这些。你是被骗过是怎么的？很多周围的人、朋友啊，事物的影响吧。可以这么说吗？要么是你自己经历过，要么你是看到过，或者自己家庭发生过，是哪一种？对，都有吧。都有。先说你自己。我当然之前也有好些女朋友嘛。
有的会让我开心，但是根本就不会正儿八经的关心，只是为了那些物质的东西，就没有真感情。对，而且会索取一些东西。这样的经历在你身上老是发生？不是很多，我周围的朋友也会有很多。那你家里头的其他成员有没有过类似的遭遇？我老爸跟我老妈很早就分开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跟我爸在一起。他们感情好吗？我跟我爸感情不是太好，因为我很讨厌那样的女人。你是讨厌你老爸，还是后来跟着你老爸的这个年轻女人？那个年轻女人，她比我爸小20岁，我爸那样有什么感情？所以我也就不太相信。总是有阴影。对，所以你就出了这么一套又一套的题，考验一个女孩。那结果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？她还是比较单纯的那种女生，所以现在我还是想要。可是她不干了。对啊，怎么办啊？这样啊，我们听听看4位嘉宾的意见，减压面对面，听听看你们的高见。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那我要是这么质疑你，或者我也找几个女的，我也给你发同样的信息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你说我们家家境还不错，怎么样的？既然你都把这件事儿跟他说破了，那就证明你对他是有信任的。但是之后你还有其他的，因为那次我在他抽屉里就发现一个 B 开头那个钱包，你想要怎么也得3000吧，3000块这样。那又能证明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钱包哪来的嘛？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去买啊那样的。那个包其实是这样的，是我那个一个同事送给我的。那个同事虽然说对我表达过好感吧，然后但是我当时是拒绝了。他现在要去南方发展，不在那个公司去上班了。那时候拒绝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没有跟你说我的家境之前？我不是因为你的家世才看上你的。不是，如果你真是一早就知道他是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和这么一个人的话，你会跟他在一起吗？那我得看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你要看什么样的标准指标？他对我好不好？然后呢？然后他是不是诚心诚意的？然后呢？他一定就是得诚实，首先得诚实，做人都不诚实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的，真的，要不然他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坎儿，他是不自觉的，就像强迫症一样，他会去联想这些东西，然后强加在女生身上，这样的话对女生而言是蛮委屈的。我特别想要问一下康康，我们不可以喜欢有钱的男人吗？有钱的男人就不能得到真爱吗？只不过我不喜欢那样的女人，因为我希望我的女朋友不要那样。不要哪样？不要因为对方有钱才喜欢对方。对。你的话意思是有钱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真爱的，因为别人先是图了他的钱，然后才会爱上这个人。总会有啊，总会有那样的。总会有哪样的呀？就是一点都不势利啊。你发现人很奇怪，当你没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生怕没有什么归对方所得。发现你有了点钱之后，你就觉得别人就图你的钱，那就除了钱之外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值得别人图的呢？那个我也没有想过。我觉得你这样是完全对自己的一个不自信，你不相信自己有魅力，能够让别人喜欢上你，或者让别人爱上你。你认为所有人看上你都只看钱，所以我觉得是你把钱看得太重了。我认为如果一个男人极度不自信的话，有没有钱跟他都没关系。女人喜欢的这个男人，不管有没有钱，我们都喜欢一个自信的男人，或这个男人至少不会猜忌别人。我就忽然间想起以前我毕业的时候，就是当时我的授业恩师是郭念峰教授。郭念峰教授是咱们中国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第1届的命题组组长。后来就我考完试之后，我问他，我说老师，同样一考试，您要不知道那正确答案，您考您能有我分高吗？我们那老教授特可爱，岁数一大把了，我考我能比你分高？我多大岁数了？我背得下来吗？直接就告诉我，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，我们用来考别人的东西，往往是我们自己认为我自己完成有难度的东西，除了有这个正确答案的情况下除外啊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
你考小金的这些方法啊，如果有人用来考你，你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下，你扛得住吗？不知道。那好了，现在你考完了，你信任他了，他凭什么信任你啊？你也承认你自己不一定扛得住。你曾经的情感经历，在你心里养了一只鬼。你周围的同事、朋友，他们曾经类似的情感经历，在你心里茁壮了那只鬼。你父亲，他自己的情感经历，当然他作为成年人，他有自己的选择，他的经历也茁壮了那只鬼。那只鬼现在在你心里，不在小金心里，他心里没鬼。你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鬼来考别人，这只鬼啊，让你首先不自信。我问一下，你和你爸爸的钱相比，谁值钱？应该是我吧。应该是你。哎呦，好勉强哦，你都不敢自信地说，凭借我自己的人格魅力，凭借我自己的个性，凭借我自己的才华，我比钱值钱，这话你都不敢说。所以难怪你会担心，在小金眼里，你不如你爸爸的钱。接下来，你不相信这个，你还不相信周围，你不相信别人，因为你见过的消极个体太多，你不相信那个积极个体会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不信任自己，你不信任别人，你那只鬼让你已经不信爱情。我们来明白一下什么叫考验。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说，大概有很多同义词，考试、考察、拷问等等等等，但这都不叫考验。所谓的考验，都是指对于人身上的大是大非，那叫考验。而考验，它的对象和被拷问的对象是不一样的。生活对人，那叫考验；人和人之间没有考验，考验永远不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。但凡是人为设置的考验，其实都是在诈骗别人的信任。你都是以不信任为基础，然后来一次次的骗对方，来看看他是否值得自己信任。任何人为的考验，其实都是在羞辱别人的人格，因为你事先预设他是有罪的。而且所谓人为的考验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结果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你每一次预先的考题都掺杂了自己的偏见。第二，人为的考验一旦被发现这是个考验，它就不再是个考验，而变成了两人之间的智慧的博弈。你刚刚所谓出的那些所谓的考题，其实把它直白一点，就是有些非常无耻的东家来考验自己家的保姆。洗手台旁边放一颗1克拉的钻戒，对，家里的餐桌上放上几百块钱现金，来看看你会不会拿。人怎么有资格对别人进行这样的品质的考验？虽然你是个东家，你给别人发工资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羞辱别人的人格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有什么道德优越感来考验别人？也许你自己内心就是个贼，你知道贼的感受，所以你用贼的方式来考验你认为是贼的人会不会从事贼的举动。再紧接着说我刚才所说的一点，什么叫做人为的考验？一旦被识穿是个考验，它就不再是考验，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。如果她是个聪明的女孩，而且她心怀险恶，对，她就经过你层层的考验，最后把你撸得个精光。这到底是谁在考谁呀？是谁在玩谁呀？你以为你是那只猫，别人都是老鼠吗？所以不要自作聪明了，哥们儿。生活是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就对你笑；你对他哭，他就对你哭。保有一点信任对对方。可能你会说了，那总有一些惦记着我的钱的人，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？很显然，自我保护意识当然是要有的，是吧？第一，别嘚瑟，别老拿钱出来嘚瑟，别拿钱说话，拿真心来说话。第二，对对方给予一定的信任。如果对方确确实实是那种对金钱和物质看得特别重的人，你可以敬而远之嘛，但你也没有资格考验别人嘛。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，如果能够赤诚以待，
这恋爱你就谈，你做不到就自己先去拷问自己。两个生活类别的人彼此对对方的认定都是存在着傲慢与偏见。所谓有钱的人，他们会觉得因为我们有钱，所以我有资格认定你可能是冲着钱而来和我结交，这是一种偏见，因为他自己有着有钱而似乎油然而生的傲慢。反过来讲，我们稍微贫瘠的人会认为我的贫瘠怎么了？我生活依然很精彩，他依然存在着自我的傲慢。同样的，一定会认为所有有钱人的财富都来自于坑蒙拐骗、一夜暴富的这样的一种财富聚集的过程。实际上，穷人也好，有钱人也好，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，只是呈现在物质层面而已。那么，两个生活圈层的人，或许他们都有各自的精彩，所以不要互相存有偏见，也不要互相对自己存有所谓的傲慢。来，我们小金，请去密室当中。来，请康康登上大声台，大声说出来。让我牵住你的手，不再放开，让我陪你走下去，苦乐相伴，感谢你让我领悟，让我大声说出来。其实突然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是我希望小金能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段时间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，然后我们继续下去。其实吧，你平常对我也挺细心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互相之间都没有信任了，信任都不存在了，哪来的爱情啊？我觉得我要好好想一下。现场观众，你们的意见呢？赞成他们在一块儿的，请按赞成键；不建议他们在一块儿的，请按反对键，请按键。还好，现场有57%的观众还是希望康康和小金走到一起，但是最后要靠你们彼此争取和选择。待会儿会为康康升起选择柱，面对选择柱，你有2个考虑：第一，转身离开，选择放弃；第二，你要坚持和小金在一起，请在选择柱上按一下这个红色按钮。但同时呢，密室门也会打开，小金会不会从密室中走出来呢？也是有他自己的选择。好，接下来请为康康升起选择柱。请选择。康康依然想和小金走到一块儿，那密室门打开之后，小金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康康依然想和小金走到一块儿，那密室门打开之后，小金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看来小金心伤不是今天，而是那一次。但是我希望又从另外的角度真的帮到了你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知道。好，再见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就是现在，我回去还得想一想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爱情完全没有信任，我也是无法再相信他。